因为所有权其实不是自由。晚上好。瓷砖地面改无缝微石材地面。第一遍，用补缝材料把瓷砖缝隙找平。第二遍，24小时干后打磨补缝不平整的地方，收口处及四周墙面贴保护胶带。材料按照比例称重，充分搅拌均匀，穿钉鞋。材料倒入地面，用专业微石材纸刮工具纸贴地面均匀刮。又一套雅宝房装修完了，看视频，东北老乡的。老房子在翻新的时候，地面的瓷砖能不能不动？我们今天拿这家的情况来说，举例说明啊。我们看这家的地砖呢是没有拆的，原因几个原因：第一呢，拆除地砖的费用比较高啊，要拆得有的要垃圾运走；第二呢，震动比较大，对楼下业务影响也比较大。所以说这家业务是没有拆地砖的，但是没有拆地砖，后期装修怎么办呢？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呢就是直接在上面铺上玻璃板，接触比较细的玻璃板，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在走水电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这个瓷砖上开槽，把这个水管或者电线管呢直接埋设在这个线槽里面，然后后期呢用水泥砂浆给它抹平，直接铺玻璃板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方案呢，就是直接在这个层面上再铺一层瓷砖。这样的话呢，地面上不需要开刀，水电正常铺设，后期呢就直接地砖往这个上面直接铺就可以了。这个可能也很担心是不是粘不牢啊？没有关系，因为瓷砖下面呢有3到5公分左右的水泥砂灰找平层，铺上这一层两以后呢，就直接上面铺砖，牢固度是没有问题的。唯一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整个层高呢会减少5公分。会做的朋友看不拆不砸，花费低成本，只用1天就把精装房冰冷的灰色瓷砖改得温暖又有质感。今天把我研究了2个月的 FPC 地板改造干货全部分享给大家。首先是选样板，多买几家小样做对比，别嫌麻烦。我全部挑了6家台槽地，把喜欢的小样放在不拆不砸，我把开发商的瓷砖地板改。说出来我都不敢相信，现在瓷砖换新不用砸基层，不用搬家，只要1天3个步骤就能搞定。第一步，拆除旧瓷砖；第二步，在原位刮上碳基瓷砖胶，最后贴上新瓷砖就搞定了。如果你家也有旧瓷砖要换新，评论区留下666。说出来我都不敢相信。原来旧瓷砖不用拆，可以直接在上面铺木纹砖、胡桃木与古木纹砖，全屋通铺，高级感满满。亲戚来都以为你换了套精装房，防火耐高温，可安装。已经交完了，交完了。瓷砖不想砸，地面一定这样改。就瓷砖翻新，按常规方法砸了重新铺新砖，工期长，造价高，不如换个思路。这样来改造：一，打扫干净卫生，瓷砖缝隙填平；二，用1施工多功能砂浆直接覆盖施工，厚度3毫米左右，不影响房门；三，干了后滚刷2遍，1施工多功能照面漆，完工了。瓷砖地面的翻新呢，有3种主产品，一种呢是改色模涂，类似于白母岩、玻璃棚这种产品呢，1平方，如果单独买材料的话，可能只有20多平方。这种产品的优点是施工快，价格便宜，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太薄了，瓷砖叶是盖不死的。第二种呢就是液态星光石，这个类似于网上的液态磨石和液态石材，只需要流平2到3毫米，100多块钱。优点就是价格不算太贵，施工还很快。谢谢浩南的点亮粉丝灯牌。容易有瑕疵，因为它流完是最后的一道工序，那可能略有气孔，但是呢这些不太影响使用，只是影响极致的表面。那第3种方案呢，也是目前我们最常推的、最主流的方案，就是微水。欢迎全站，谢谢全站的为你闪耀。可以做到哑光，非常的高级，无缝一体，颜值很高，仅需要200-300块钱。但是好的微水泥的缺点是什么？是好的厂家、靠谱的厂家你不好找，即使你刷到了我们。宿舍地面翻新不用砸不用拆，先铺铁布做基底，再盖磁吸地板，一放就稳。
5年后想换风格，直接掀起换新，完全不费劲儿。这种瓷砖磨损，宿舍地面翻新，不用砸，不用拆，先铺铁布做基底，再盖磁吸地板，一放就稳。5年后想换风格，直接掀起换新，完全不费劲儿。这种瓷砖磨损、生不砸砖、快速翻新的4种省心方法，记得点赞、关注和收藏哦。用碳基瓷砖胶直接在原有的瓷砖上薄贴，省了拆瓷砖和集成谢谢圈圈。它的粘结力是传统水泥基瓷砖胶的5到10倍，再大的岩板、踏板都不掉。小爱同学，小爱同学，播放莫文蔚的是非题。好呀，小爱和你一起欣赏会员鉴赏歌曲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小爱同学，小爱同学，我在。播放莫文蔚的是非题。好呀，小爱和你一起欣赏音乐会员鉴赏歌曲莫文蔚的是非题。小爱同学，小爱同学，我在。下一首。小爱同学，小爱同学，播放莫文蔚是非题。好呀，小爱和你一起欣赏音乐会员鉴赏歌曲莫文蔚的是非题。小爱同学，在。打开蓝牙。你还没有配对过的手机，先配对一个吧。蓝牙语连接。欢迎你。DIY 电脑。DIY 电脑，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就是抖音上有那种什么网吧不做了，然后卖那种2手的，就是主机和那个配件还有那个显示屏，那种是假的，是不是？这只是套路，对吧？谢谢北人北向南的小心心。
欢迎2把刀进入直播间。2把刀最近好吗？听说你前任联系你了，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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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找你欢迎，哈，是自有人欢迎你，自有人拿你当心头宝，在我这收尾去了。现在对我意见老大了，半夜不让我睡觉，拿屁崩我，唉。成瘾了，假装自己睡着了，完了我还不能发火。你后边的画好看，送你了。谢谢，这叫寻吗？寻的礼物，点亮粉丝灯牌。是爱非爱，找台。悲哀。谁想跟我连线聊聊天儿，可以连线聊天啊，聊聊你的生活，聊聊你情感的困惑呀，看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呀，或者说想交朋友的呀，都可以。是爱被爱。主播什么时候、什么年龄适合出柜？等你独立了吧。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出柜得独立，然后就是可以跟家里抗衡了，要不然你出柜你没有底气。叨叨呢？这是我的直播间，你要看叨叨，你让叨叨去直播去。就是年纪太小的不适合出柜。我不是鼓励大家出柜啊，我会觉得其实父母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或者说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你越不表达其实越不行啊。但前提我觉得人家得拿你当个人，就是有的父母就是一直都拿孩子当附属品，或者说当做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所以你得首先你得赚钱吧，你得独立，他才会拿你当个成年人嘛。不独立不成年，我不建议出柜啊。
细细的一点一点沉淀。啊，大家想跟我聊什么都可以聊啊。不生小孩不配活着，你多大呀？为什么不生小孩就不配活着？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这是封建，没办法，没办法，那你就逃离家庭呗，过自己想过的日子就好了。我之前就是我家里人也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跟他们说不通，我的想法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不重要，然后后来我就离家出走嘛。我觉得，反正当时我的态度就是离家出走，就是你们不尊重我，或者说你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也不想被你们安排，我有手有脚，我不会受你们控制，所以我就离家出走。我其实我挺感谢自己不听他们的，自己靠自己呗，就不用受着别人管着。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想学，但是上班没什么渠道啊。画画，我觉得画画就是没事就临摹呗，但是我觉得画画是需要心境才能画，而且不一定要学，你就是先模仿嘛，就是看别人就是哪幅画好，然后你就模仿。而且画画，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需要很多课去累积的，才能画的专业。但是如果说你不想追求专业的话，你就不用消耗那么多时间。所以它就跟唱歌是一样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说唱歌不用学，唱歌其实不用学，就是你光唱来讲的话，每个人都能唱，而且就是你学完的都是学院派，不见得就是好事儿，随心吧，而且很多东西是讲天赋的，你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可能你就对它有天赋，对这个事情就你在这方面你就有天赋，而且就如果说你在30左右岁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赚钱，来的更实在。赚钱很重要，赚钱可以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我觉得学学怎么赚钱，或者是学学怎么能让自己赚更多的钱，这个比较重要。然后等钱多了，然后你自然就有时间了，你就可以舍弃掉一些工作呀、生活，然后去把它变成自己的爱好，需要钱。
喧闹的喜悦。没事，我没叫你。小爱听错了。你还小，那你就受着呗。你还小，我们小的时候都是不自由的，每个人小的时候都不自由。等你熬过了25岁以后，你想独立出来，我觉得这个就解决了。之前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都会有这个问题。我10几岁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逃离家庭，我逃离不了，直到我16岁的时候，然后我就辍学了，然后我才逃离的，逃课呀，然后怎么样的。但是前提是你得有这个有魄力嘛。如果是你是一个特别乖乖仔，或者说你没什么本事的话，你就忍着吧，忍着吧。就从你的表达，我就觉得你好像是一个比较不太独立的人。头发染了，对，头发染了。的寂寞的香气。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诺中话仍然没把握。图都不健身了，对，不健身了。我健身，其实我不喜欢健身，所以我不想去健身。就我健身会有压力。芯片计划吗？没有。叨叨在那个房间里面。可以说你还爱过，当看今朝起潮落，记得我。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想聊什么就可以聊啊。我们今天主要聊天，想连线聊也可以，想分享自己的生活苦楚也可以，想分享自己的喜悦也行，想找对象也可以，我可以帮安排，随便聊，随便问。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接近我，属于我。会乐器吗？学过，但是没有继续练啊。我们学那个编曲的时候，然后会有那个钢琴课，就是好像不是钢琴课，是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必须得会那个钢琴，就是键盘嘛，我们说键盘。
但我没有继续练。就是之前老师会考，但我没有坚持下来。我们要在琴房里就是去练。还去北京上导演课吗？不去了。我们6月29号就结业了，但是毕业典礼我也不去，我让那个老师把我那个毕业证寄过来就行。你曾说过。累积这剩下的果实。是看破这结果，或者是什么？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唱仅仅不会。晚上好，第一次来直播间，三把刀呢？他在房间里。涂的是有眼线吗？就是我下睫毛特别长，对，所以就看着也像一个眼线一样，就是茂密。对，你们好像都没有。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谢谢小道王爷，好久不见。我的木耳朵，笑我的执着，也许吧，爱你比我多。这也是小道王爷。
都是公家，已经全给股东贷款了，那什么名字呀？兄弟们，筷子兄弟新歌一上线就上风了，可正不正经咱信不过 MV。这是小刀王演的鲜花。谢谢饮用水点亮粉丝的麦，刮了胡子，是的。绿豆很好看啊，绿豆，你可以看那什么，你可以看那个芝麻，芝麻比绿豆还好看。我觉得芝麻比绿豆好看，绿豆制作太仓，这叫什么？太仓促啊。欢迎2把刀。
谢谢白色正切的粉丝灯牌，谢谢小道王爷的人气票。没啥人，是没啥人。Unit 1, Lesson 1. Welcome back to school. Welcome back to school. Welcome. Welcome. Be back here. 想有人很简单，讲故事就上来人了。有没有想听故事的？想听故事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我的理想。好，确实没啥人，那我就自顾自讲啊。我就讲那个金主的故事吧。我就讲一个就是那个金主的故事，我讲过有好多次了。想听哪一段？是。我就讲那一段吧，我就讲那个就是，反正我也讲过很多次啊，我讲过很多次，听过的就不用听了，听过的就出去。我的人生当中其实就是有钱人会比较多，但是呢，我跟这帮有钱人吧，就处理的都比较不错，就是不喜欢呢，他们也不会强迫我。再加上其实我个性会比较强势，大家都能看出来啊，所以我也没有什么不得已的这种
就反正活得都活得挺爽的。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有5个，算是5个吧，算是5个比较重要的贵人。有一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但后来就突然就看清了，就突然不喜欢了，然后为他写了很多歌。还有一个呢是，他是一个身家10多亿的一个老总，他在我的剧里边，支持了，就如果说没有他的话，可能就没有跟我回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芝麻的投资人，还有一个是影视圈的大佬，还有一个是一个投资人啊，所以这几位其实都很重要。如果说让我最就是收获成功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芝麻的投资人。这个其实我讲的很少，因为这个芝麻的投资人现在也在网络上，所以我就有的时候不方便去讲，但是今天没啥人，我就讲这个啊。当时是我拍了《跟我回家》之后，我在筹备下一部的戏。我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投资都不是特别大，所以我就是拍剧的话，我都会就是说自己出点儿，然后如果说别人投点就投点。然后这个在拍芝麻之前呢，其实谢谢五哥哥，在拍那个芝麻之前呢，其实我就在为这个剧去筹钱嘛。那其实我筹钱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我那个时候开始做衣服了，我就做了第一批衣服，是那个有一个鸭嘴兽的那个衣服。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直播间里卖，很多人就是因为看过我的剧都会买我的衣服，然后就每天都是在直播上给别人打电话，然后确定地址，然后就是会给他们发快递，然后这个内容其实都在直播上嘛。然后我那天在打包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人就说你这是卖衣服呢？我说对，然后他说那我也要几件吧。然后他就因为那个时候的衣服是100多块钱一件，然后他买了2-3千块钱的，就相当于15件，10件或者15件。他买了很多，正常的衣服，你说白了，那衣服大家买2件也就差不多，但是他买很多，他买了2-3千，我记得是。然后他说，那你卖，就是他就在直播间里面，然后他就知道说我是拍剧的，然后他说没看过你的剧。我说那感谢你的支持，然后我要没什么问题我就给你发货。他说如果说你拍成那种就是像那个《义务赞客》的那种质感的那种剧要多少钱？因为当时其实我也没拍过这种但我自己的估计，因为我认识《义务赞客》的那个工作人员和一些就是演员嘛，我当时我就知道他们好像是制作1集的费用是10万块钱。然后我说那要做一个那样的剧的话，我也没敢狮子大开口，我就说，因为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说实在的，我就说大概也就是70-80万吧，因为我自己可以剪辑，我可以做音乐，然后可以就是演戏，然后可以写剧本，我说大概70-80万差不多能下来。他说那你现在卖衣服你筹到多少钱了？我说我也没筹到多少钱，然后我就说那个卖了就几万块钱吧，1-2万块钱吧。然后他说那就是私底下聊。结果私底下他就跟我聊，他就说那个如果说你想做的话我可以投。
然后我当时我就说那你那个你有什么要求吗？或者说咱们怎么合作呀？因为正常的这个人投钱也不是说白投嘛。他说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他好像就是突然有了一笔闲钱，然后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他就说那个看我是拍这个通讯录剧的，然后想为这个圈子里做一些贡献，然后就说那个也没啥要求，然后就是说那能变现的话，就是卖衣服能变现的话，他也可以，但是他就是也不求什么回报之类的。我说你就算求回报，我也回报不了你多少，就是说这个因为卖衣服其实也就卖那么就是大概有件数的那种，所以就是也赚不了多少钱。然后他说那你可不可以把我的一些经历写在这个剧里边？然后我说可以，然后他就说那我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就是我跟我曾经的男朋友在一起，然后他特别怕看鬼片，然后看完鬼片他就不敢上厕所之类的。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个写到剧里边？我说没问题。后来就聊到那个，他说他能出，就是我说那你能出多少钱？他说我这边他说他那边能出50万。我说那加上我这加点钱也差不多够了。后来呢，就是他说那你这样光付出，其实就是光往里砸钱，其实也没多大意义嘛。对，没多大意义。然后他就说你还是得做点那个就是能收回来的一个项目，多多少少收回来一点嘛。我说那我还是就是得做服装嘛。他说你做服装也可以，因为他在江苏那边他也认识工厂的人，所以他说那你要去做衣服的话就去江苏那边，因为江苏那边就是布料比较便宜还是怎么着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就说那个江苏那边有很多的那个衣服制造厂之类的他都认识。就这样，然后他说他大概能出50万，我说然后他说那你把剧本给我看一看，然后那个确定一下就是说什么时候用。然后我说行，然后他说那咱们要不要签合同？我说因为我就留了个心眼儿，因为我从来没跟别人签过合同，我也不懂合同，你知道吧？我说签合同我不行，因为那个时候就完全也不懂这些东西，所以就很怕这个合同这个东西，人家给你弄了一个合同，然后你可能卖身契的那种啊，就是就很担心嘛。他说那你不跟我签合同，那咱们得见一面，得了解了解嘛。然后我心里又有一个其他想法，我说他见面会不会对吧？就是你们觉得呢？就是平白无故有人给你这50万，然后他要求你去见面，那是个人都会害怕嘛。然后我也害怕，然后我说见面行，但是呢就是说那个在哪儿见呢？什么时候见啊？然后他说正好我这段时间去那个大连的同学会，然后你来大连见我吧。然后当时其实我就说那也行，但是呢你必须得给我发一个身份证的那个正反面。我说那也行吧，那你给我发个，因为我怕就是拐卖啊，或者说就是那个嘎腰子啊，或者说就是对吧？那你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身份证正反面的话，那如果我出了事儿的话，人就能逮你嘛，对不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后来他说行吧，他说见了面之后如果可以的话，我就给你打款之类的。我说行。然后呢就去了，但是呢我去的时候还留个心眼儿，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说那个给我发了酒店地址，我去查了一下这个酒店，然后用从侧面去知道他其实没有订2房间，只订了1个房间。然后我就套他话，我说那
就是我去到时候那个就是可能我当天就要回来。他说你别当天回来呀，咱俩多聊一会儿，吃着饭了解一下。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事儿可能有点不对劲儿了。然后但是呢，我就说那个行吧，那我去，因为咱们得需要这个投资嘛，我就去了，但是我买的是晚上的车票，晚上的飞机票，然后再加上晚点，我到他那个大连的话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到他酒店都是凌晨1点多了，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反正我就去酒店了。去酒店以后，然后就下来一个就长得特别像社会大哥的那种，特直男，然后特社会大哥，就是跟好看没关系，他就有点像那种就是反正就是社会气息比较重，然后就是一个有点像那个批发建材老总的那种，就是长得眼睛小小的，然后那个横肉满身的那种，然后社会大哥的那种。然后见到以后就他说那上楼吧，上楼以后，然后我发现他这个是一个就是家庭房，家庭房的意思就是还有一个是就是3个床啊，他这个床是3个床的。然后他说你今晚上就住这儿，我就没搭腔，然后我俩就在那聊天，聊就是拍戏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啊，然后加上小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啊，然后就聊得挺开心的，因为他其实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孩子吧，他对我说的很多东西他其实有共鸣嘛，聊得挺好的。后来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从1点聊到3、4点钟了，聊到3点钟了，因为北方的夏天其实外边已经蒙蒙亮了啊，我就记得外边已经蒙蒙亮了。他说那个那咱们说了这么多，你觉得我凭什么要投你这个剧呢？我说因为你让我来了，所以你一定会投的。他就笑了，他说你这么自信。我就说对啊，我说因为我值得呀，我一直都在做这些东西，而且我其实挺努力的。然后他就有一点点就是让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就刁难我，就是有一点点就是面试考官在为难你那种感觉。然后我就甩出一句话，我说我觉得你是很有眼光的一个人，所以你让我来了，你也知道我能拍好，你也知道我是一个踏实的人，在这个圈子其实很浮躁，但是我能坚持做下去，就说明我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你不想投的话，那就不投，没关系的，那我就先走了。然后他就有点生气了，他说：“哎，你真是，你怎么还就是因为我当时我确实表露出我有点生气了，然后我态度其实也比较强硬，我说那你不想投我就走了。然后后来我俩甚至都有点吵架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特别就是反正就吵架嘛。”就是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出点钱你就可以怎么样，反正我说的特别严重，就是好像2个人已经要打起来那种。我说不要以为你出了点钱然后你就可以就怎么样，你愿意投不投，不投拉倒呗。然后紧接着我就要走了，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就那个拦下我，他说你干啥呀？我说我没干啥呀，我说你不投你让我来干什么呀？反正俩人就有点就是如果按照南方人的这个视角的话，我俩可能就要打起来的那种。好，他说你坐呢。后来我俩大概有5分钟没说话，彼此看手机。然后我看外面亮了，我心想就是说到4点我就走，因为我特意买的是晚上的机票，因为我就想着说聊天肯定得聊到早上。因为我直接就是买了早班的飞机，他还不知道我早班的飞机。对。就是我直接，你看当天我买了，
就是晚上的飞机票，然后紧接着我买上一早6点多的飞机飞，当时是飞深圳，不是飞深圳，是飞深圳，不是是飞北京啊，飞北京。然后他说你干什么呀？我说，然后我说没干什么。后来我俩就态度就缓和一点，他就说，你这脾气比我还暴。我说，从小就这样，可能也改不了了，但我也没有恶意。我说你还是这个事儿吧，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我说你自己想好这个东西，我也不想以后落埋怨。他说，行了，睡觉吧。然后看了一下表，正好是，就看了一下手机，正好是快到4点了。我说我就不睡了，因为我买了6点多的飞机，我现在得去机场了。然后他说啊，你为什么着急走啊？他说你放心，我不给你一张床，是说这边有好几个床，还可以加床之类的。我说，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套间，就是2个房间，一个客厅，一个卧室。他说你就在这睡吧。我说不了，我说我买的机票如果退了的话就损失了就之类的。后来我说不管怎么样，就是感谢你有这个想法让我来，然后我就先走了啊，就是成不成天意吧之类的，然后我就走了。走了之后，然后我就坐上飞机，然后我就觉得说完了肯定没戏了，然后我就深深的在懊恼嘛，就是我说我这个脾气以后如果说真做这行的话，我怎么拉赞助啊？就这个臭脾气，人家也没说啥，说实在的，我就在车上我就说完了，这个事肯定完了，然后还自己还就是白跑一趟之类的。后来我就回去了，然后我到北京，到北京之后，然后我就给他发消息，我说我到了，他说知道了，然后后来我就确定就没戏了。结果第2天还是第3天，他就好像是找我要剧本，还是要什么，还是要就大概的费用清单之类的。我说没有这玩意儿，就是我说我就没有团队，我说我自己拍，我说谁给你列这个，就我心里真的有点烦了。我说他妈你不一定投不投的，我还得给你列个清单。但是其实这是正规的，你们知道吧？其实你拍戏的话，你费用用到哪儿？我觉得这是一个正规的，就是你有一个报价单，或者说有一个什么单啊，对，这个是制片人就会做的。这个正规的剧组的话，制片人会做。然后因为我当时就一个人嘛，我就说我不做这玩意儿，我说没有。后来他就说行，完了第2天还是第3天，他说你看一下手机钱打不打过去，因为之前他就找我要银行卡号了，然后在没见面之前他就找我要，然后后来我看了一下，真到了50万，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就很后悔自己为什么对人那么差。我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怎么这么缺德呀，这么强势啊，就是人家帮你，然后你也不好好说话之类的，反正我就陷入到一个自责当中。后来他说你就开始组那个团队吧，因为我们是先得有投资拿到了以后，我们才会组班底嘛，就是做就是找摄影师啊、灯光师啊。然后其实芝麻算是，虽然说我拿到了50万赞助，但是其实这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是最大的一笔投入。然后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就想就是标准真的往义务赞课里面做，但后来其实我们在找团队的时候，我给对方报价是30万左右，后来人家就说这个钱可能不够之类的啊，就说不够之类的。我说那就省着点呗，因为我当时我是在想着说什么呢，就是我不可能就是自己一分不赚，而且我是主演，我是导演，我是就是
编剧，我是什么制作人什么的，反正我也得赚点嘛，不可能说一下就把这个50万全报出去，对吧？后来就一直就拍，就是结果拍第一天的时候，我们找演员嘛，对，然后就是找那个小馒头来跟我演 CP， 然后小馒头就演得非常差，因为他是一个小孩子嘛，他没有阅历嘛，演得非常差。然后没办法，我就说那改剧本吧，我不能让这个演技差的人当那个女一，因为当时我是演的男一，他演女一嘛，就是后来我就发现他演的不行，后来我就没办法把他的戏份，就稀释掉了，把他的戏份就变成了四个角色，然后他是1/4了，然后后来就拍嘛，结果那个就是那个投资人还就是来片场了，因为他特别喜欢猫，那个时候我家里有养过猫，然后他就跟我看了我们拍戏，就其实就是走个过场，人看一看，然后我们其实拍的不太顺利，我们拍的其实不太顺利，就觉得说，就反正钱挺紧巴的，就是因为就是演员我都没敢给钱，然后拍的过程，然后就是特别是卡那一段，我觉得拍的非常差，我拍了大概10天我就暂停了，再加上演员龙二也是一个不太配合的一个演员，然后卡又是一个演技对我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青涩的一个演员，所以哎呀就非常的闹心。拍这个剧就是拍了10天以后，我想简单的剪一剪看看拍成什么样，剪不出来，因为第一段就是卡的戏，卡演的让我觉得稀碎，就是非常的就情绪是断掉的，然后台词也记不住，所以我在剪的时候很痛苦，然后我就说这咋整，愁得慌，我真的愁得慌。后来那个反正也是拍完了，后来也是非常的巧合，就是我之前认识一个导演的朋友，然后那个导演的朋友其实看上我了，然后结果他就托一个也是一个圈子里的大佬，然后就是那个圈子里大佬做媒婆，然后我就跟这个圈子里大佬就认识了，然后这个圈子里大佬就看我在拍东西，然后他正好是偏剪辑那一块的，然后他就说你如果需要帮忙就跟我说，结果我正好剪不出来嘛，因为我觉得演技不过关，然后后来他说我们正好能帮你剪，不收钱之类的，我说太好了。后来我们拍了20多天，其实还剩一些钱，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投资人就说那个我忘了先后顺序，好像是开拍之前，这个投资人就说那个要跟我们要跟我就是要我跟他去江苏，然后我们要去看看那个制作服装这一块儿，结果我就去了以后就是我们都是开1间房嘛，然后标间嘛，然后他也是非常老实的一个人，就是第2次跟他见面，可能是因为他投钱了，对他没有那么抵触啊，他也没有那么强势了，他也知道我的脾气了，所以我俩就像一哥们儿一样，就是一起就是有点像郊游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旅游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去了江苏，去了好多地方，就是反正都是江苏那一块儿嘛，然后见他的一些之前合作的工厂，然后就跟人聊天啊之类的，然后选布料啊，然后每天其实，然后他还带我去他什么小学的门口什么吃了土豆粉之类的，那个时候就觉得他人也挺好的，也挺好的。当时其实我也单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总觉得差一点，因为我本性来讲的话，我不是特别喜欢特别爷们儿的人，可能他
出于特别爷们儿吧。后来就是我们就到酒店里休息嘛，然后我记得是一个下午，双人床，然后他在床，好像是他在哪儿，反正就是他突然就我就问他嘛，我说就是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你会投50万给我，因为我觉得我其实会其实我觉得我会比较强势，然后也不太尊重别人。我说其实这个结果我没想到，然后他又赘述了一遍，他说他想在这个圈子里边做一些贡献，然后也觉得说之前从来没接触过圈子里的人，他想通过我做一个就是他想通过我去了解这个圈子。第3点他说第3点肯定还是因为这个时候他就说第3点我投可能还是因为，然后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他马上要说出来就是说一些暧昧的话，我就说，然后他说第3点肯定还是因为，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抢，我说你想了解圈子呀，我就没让他把话说下去，因为我怕把话说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么敏感。我说你想了解圈子呀，我就打断了他接下来说的那些话。我说你是想谈恋爱吧？你喜欢什么样的？我帮你介绍，我认识可多人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被我把话顶回去了。然后他说：“哎呀，就不想说了，累了。”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就是好机灵的一个，然后后来就是俩人其实就没有继续谈论这个话题嘛。再后来我们就再后来我们就那啥了，我们就忙完了，然后我就就是应该是拍戏之前我们去的，反正也找好厂商了，然后我们又做了一批衣服，好像是又做了一批，就是好看嘛后来拍完了，其实我俩就没联系了。然后他也看到了我把他的故事拍到这个影片里边，然后他也看到，因为可能你们不了解，就是所有的剧啊、电影啊，出品人其实就是投资人，你们可能不了解，我给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出品人就是投资人，然后我在那个片头也是加上了这个投资人的名字。后来其实就没有太联系了，直到有一次我在拍我想拍那个芝麻儿的时候，我想拍芝麻儿的时候，然后我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人，其实挺有观众缘的，具体是谁我不能说因为我选演员基本上都在抖音上选，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人其实他挺有眼缘的，然后又长得就是不跟那个同性恋又有点不一样，然后又有身材也比较不错，然后我就跟他聊，我就说那个你要不要来参演我的片子，你看过吗？他说看过。我说那你想来吗？他说可以啊。我说那个行，我说那过一段时间我们那个做好那个筹备工作的时候再跟你聊。他说好，我等你，就是他也没说我等你，反正就是他说好。然后就这样，我们就在筹备的时候，然后一筹备了好久，然后就没下文了，然后好像是那个投资人跟我主动聊天，他说你跟我对象说了要参演是吧？我说他是你对象啊。后来我就觉得有点眼熟，后来我确实在他的朋友圈看到他俩处对象了，而且他俩是最近半年才处的对象。
当时我其实就因为就没有关注这个投资人嘛，但是偶尔会刷到他的朋友圈，然后他那个时候确实是谈了一个恋爱，然后没想到就是我选的这个演员，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我说哎好尴尬呀，他说没啥呀，他说啊你俩的事儿你俩自己聊就行。我说哦，结果我也没找他对象来演啊，我没找他对象来演，他对象其实也知道，就是说哎，其实芝麻是他投的之类的，然后其实就没什么了。后来也不知道是谁，那个时候我不是认识小大夫之后，我就玩王者荣耀嘛，然后我好像跟谁有那个好友吧，然后他们就把我，就是他们5v5嘛，开黑，然后就把我拽进去了。拽进去之后，其实里边有俩人我都认识，而且其中有一个那个，有仨人我都认识，其中呢有俩人是那个演员和那个金主嘛。然后我那个玩的还不好，然后我就一直拖后腿，玩了，就是我还不好意思退出，后来我就玩了1局还是2局，我就也没跟他们打招呼，我就退了，因为本身我也是突然莫名其妙的被拉进来，也没有那个前奏，反正我就被拉进去了，然后到现在，我现在应该没有他俩的朋友圈了，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不是抑郁症嘛，我把很多跟我不相干的人全删掉了啊，就是没那么密切的人我都删掉了，可能就把他俩删了啊。这就是我和芝麻的出品人的故事啊。现在好像他俩还在一起呢，然后后来这个投资人好像买了一个别墅，跟那个我想让他当演员的那个他对象一起住的。为什么抑郁啊？因为在北京吃不好住不好，然后还有生活的压力。我在北京的时候会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哪怕我是去学习去了，就是我去了北京之后，其实我去北京是为了上学嘛，我好不容易考上那个学校的嘛，我满怀期待的去了。去之前吧，我跟小大夫就分了嘛，其实就有点影响心情。后来呢，就跟二把刀在一起的话，然后他前任和他那个合伙人又在背后作妖，然后我们陷入了网暴，也是有点抑郁。第3点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做生意在惠州在深圳，其实我挺逍遥自在的，去了北京之后要租房子，要挤地铁，然后吃也吃不好，然后住的也特别烂，所以我有点不太适应那种生活了。还有一点就是去学校，我觉得我心心念念考上的学校，其实课程挺初级的，然后每天都要去听一些我会的东西，而且课程又每天是8个小时，6个小时，还是6个小时的课，还是8个小时的课，我就觉得非常痛苦，我非常痛苦，我就觉得这几件事儿就是把我压垮了，我就是失眠，可能就是吃不了苦了，可能就是我失眠、抑郁、焦虑，对。现在退学完全离开北京了，我没有退学，我们这个课本来就是，就是很怎么说？我们这个课本来就是一个很随性的一个课，你想去上就上，不去上就不去上，也没有到退学，
因为你学费交了就是12万，你交了就是不会退的，所以我们只是现在只不过就是结业了，因为我们只有1年的课，然后可能再有1周我就拿到毕业证了，就等于我们就这个课其实它就像一个进修，就是像一个所有专业的人都会去混的一个课，但是就他不用上的那种，对，他有点像 MBA， 对，类似于大专，它跟大专有什么关系啊？这不是大专啊，你了解大专吗？对，有点像 MBA， 它其实就是一个，就等于就是你好像在圈子，就好像你做了一个东西，你做了一个东西，你在这个行业里你有一些经验了，然后你要去镀个金，然后去上个学，进了一个班儿，这个班里都是同行业的人，然后都是可能有一些牛逼的人物，有一些就是想接触这个人脉的一些人，然后就上这么1年，学术交流会也有点像，对，短期不会回北京生活了，对不？我不喜欢北京，一直都不喜欢北京。有学业证吗？学位证啊，学位证有，但是我觉得没啥用。就是我有这个证吧，我觉得是什么用呢？就是比如说我以后认识了一个其他牛逼的导演，然后他说我是那个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我说我也是，你是几届的，我是几届的啊，可能就是有一点点这个作用。但是你要说就是行业里边认，他也认，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吧？你本身这个艺术行业，这个证就没用，对吧？你艺术行业谁会？比如说你是一个导演，我看看你的毕业证，谁看这玩意儿？比如说你是画家，我看看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没有看的，就是没有看这种东西的。所以他不是说那个找普通工作说，我要一个毕业证，不是。艺术行业其实我觉得毕业证就没用。就更多的是一种体验经历，还有一些过程，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就连因为我们马上会有什么那个毕业典礼，会有那个联欢会，我都不会去。就是我怕我回到北京，我抑郁症又犯了，我焦虑症又犯了，因为在北京我觉得很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不敢回去，我回去我就会焦虑。我觉得北京的这帮人其实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我觉得北京你又存不下钱，然后呢又大家忙忙碌碌的，然后又过不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我很恐惧这种没有，就是不自由且恍恍惚惚的生活。我希望我每一天其实都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对，北京的生活就什么，对，我就北京，反正我去，我就觉得吃的又难吃，然后你也买不了车，房子你也买不起。然后空气又不好，住就是哪怕租房子，可能你要住的很不错的话，可能我这样的房子要在北京的话就得8、9千，将近1万块钱。我又是个学生，我又租不起这么贵的这种房子，对不对？我在北京，我不知道在干什么，就是我挤地铁我觉得我这个岁数我不想再去
经历那种10多岁、20多岁的那种生活了，所以我就不想回去，哪怕毕业典礼我都不想回去。但是北漂的人其实，对，就北漂的人确实多，但是我觉得心态不一样了，就是你年纪大了，就是你不想过那种生活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是。刚才还有同学说，那个毕业典礼回不回来啊？我说我不回去了，我说我有其他安排。我觉得就参加一个毕业典礼，然后我来回机票要3000块钱，然后在家住宿，然后再陪他们吃个饭，5000块钱差不多了。5000块钱我就基本上待2天，我就要花5000块钱，然后醉生梦死的结束了之后，大家就是天各一方，对吧？我不喜欢这种，因为我觉得没用，就是我觉得我的状态不对，就是人家学这个东西的时候，人家会调动自己学生的状态，就是不把很多东西看得那么直白，看得那么清楚。我现在就是会考虑这个东西，就是值不值得，或者说这个意义到底有多大，然后最终能得到什么，我会直接想出一个我用我的经验得出的结果，所以我已经没有学生那种心态了。你正常学生时代，如果说就是大家毕业了聚一聚啊，或者说同学会聚一聚啊，我觉得这挺好的，但是我没有这种心态了。我觉得反正我觉得我们班同学就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参加这个饭局，我能接触一些就是人脉之类的，以后保持联系，对自己在这一行有帮助。但是我始终都会觉得说，我们班那些学生牛逼的人物，你高攀不起，扒着你的人，这个时代你也带不了人家，就是对吧？我是就想得很明白，就是我们班不乏有一些就是特别厉害的人物，但是你想混进别人的圈子，你凭什么？因为人之前在来上学之前，人家已经就很牛逼了。你难道通过你这1年的学生友谊、同学友谊，然后你以后想跟人家混，你凭什么？人家为什么要帮你？所以我就觉得没意义啊，所以我就不去了，我也不去参加什么结业什么晚会呀、谢师宴呐，不去。可能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我总在不恰当的一个时间里边去体验过去的事情，就是我永远就是，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我永远是我们班里最清醒的一个。我觉得老师的教育有问题，觉得学校学这些东西没用，然后想尽早的去社会赚钱，然后学习不一定有出路之类的，反正我就有这种想法。然后包括现在我再回学校的话，我会觉得说，这个也没啥用。但是你不来的话，其实你不知道咋回事儿。你来了以后，你会说，这些都是我玩剩下的，就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在学校里的社交，每天吃吃喝喝的那种状态，其实我这几年已经经历好多了，而且经历的太多了。本身我也是个做生意的人。好了，这个我就讲过了啊。就扯到北京了。说到北京，其实我还不得不提起一个人，就是我之前也讲过这个人，他其实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我的投资人也算是我的投资人。然后但是他同时又是我当时喜欢的不得了的一个人我跟他认识其实是在一个直播平台叫咸蛋家，然后我那个时候在直播，然后在唱歌之类的，他就来我直播间里，然后他就开始给我刷礼物。那个时候礼物都是用钱刷的，就是那个时候礼物不是说有什么火箭啊、飞机啊，
是好像就是好像13、14，就是13、14，好像就是我忘了，52就是52。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人刷13、14，但是他就是刷52就是很多小心心，然后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做直播就觉得52其实不算什么太大的一个礼物，然后但是他没事他就刷52，可能我直播3、4个小时，他可能会看1个小时，这1个小时内他大概刷5个52，他大概是这么刷，然后他持续来了好几天，然后甚至后来我都会觉得说，哎，他今天没来，我觉得这招特别厉害啊！你们想钓那个主播的话，就用这一招钓啊，不要傻不拉几的就直接就是给人刷了那么多，然后就刷一天，人就期待人给你什么回应，你少量多次的刷啊，然后让他养成习惯，哎，今天他没来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当时就是吸引我的点。后来他就突然就没来，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又突然的来了，哎，他突然来了之后，然后我看到他，然后我就跟他打招呼，我说，哎，你今天来了，然后他就知道我在有留意他。后来好像我反正他就是看一会儿他就不看了嘛，然后我就那天看他再来，我挺开心的，就是也不是说爱情的开心，是那种就是觉得就是有一个熟人来看你的感觉。后来我就下播了，然后他就给我发私信，他说下播啦，老婆。我说你管谁叫老婆呀？我说我是依依。他说哦，那你不喜欢我叫你老婆？我说不喜欢。他说可是我想叫你老婆。我说上一边去。然后那个就后来他说那个能不能加微信？我说下次再加。我也会来这招。他说能不能加微信？我说下次再加吧。啊，然后就又过了一天，然后他又来看，然后后来我们就加微信了。加微信之后，他的朋友圈就很素，啊，他的朋友圈很素，但是呢，我一下我就能感觉到他朋友圈虽然素，但是他是一个有钱人，而且年纪大概35左右，30多岁啊，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聊天嘛，我就看他朋友圈，然后他突然跟我聊天，他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看你朋友圈呢。他说看到什么了？我说看到你应该30多岁，然后有对象，条件应该不错，我指的是物质条件应该不错。他说你怎么看出来的？我说朋友圈啊。因为他朋友圈里有一些就是去什么英国呀，去什么日本呐，去什么澳大利亚呀，就反正就有这些照片。然后他又不像是别人那种就是非得定位的那种，他就是有一些就是朋友圈呢，就是如果说他去了哪儿，他一定会定位，然后会发很多什么，今天来了那来了，那开心，然后怎么样，吃了很多东西，然后9宫格那种，他不是，他就是一个风景，然后基本上也不说，也不那个就是描述过多的那种，反正就是特别低调的一个人。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感觉到有对象呢？我说因为像你这个条件的话，30多岁，然后物质条件又不错的话，基本上都有对象，而且又在1线城市。我说你们基本上都有对象。他说你好聪明。我说那你跟你对象多久了？他说在一起5年多。然后就后来就有大没大的聊嘛。然后他说他就是在北京之类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也不在北京。再后来就是
他继续看我直播，然后就叫我老婆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神经病。但是其实后来就有点习惯了，有点习惯。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他就没来了，然后我就因为他有那个他微信了嘛，然后他就朋友圈里就是发了一张照片，他在厕所里边就是拍镜子里的自己，然后满脸通红，然后我就说哎怎么了？感觉你脸很红，他说喝多了。我说感觉你心情不好，他说对。我说为啥呀？他说她男朋友出轨她好朋友，所有人都知道，就她不知道，而且她男朋友是跟她好朋友在一起。我说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他说其实也不是不允许他出轨，但是不能让他最后一个知道。我说为什么你会允许对方出轨呢？他说因为他们在一起5、6年了，然后经历了很多东西，现在对性这一块可能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我说那你不怕得病吗？他说安全措施就好了。我当时就觉得挺无语的，我觉得怎么可能，对吧？你们那个时候我26岁吧，26岁的我其实有点难接受。然后后来，但是人家都有对象了，我不接受也没有无所谓嘛。后来他就说，他说其实他跟他对象在一起前2年的时候也是非常喜欢对方，然后那个时候就想尽办法想住在一起。后来2年后2人终于住到一起了，后来发现生活习惯不同，吵架，然后就觉得说还不如分开呢。但是对彼此又有感情，所以就是又开始了分居的生活。然后分居了以后，自然而然的就允许了这种现象发生了。然后我说那你有没有过？他说有啊。我说好，原来你是这种人。他说你也不是我，就是他说我也是他出轨的人。我说你别瞎扯啊，我说咱俩可没见过面。然后他就笑笑不说话了。后来就是看直播嘛，然后他就默默的陪伴嘛。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其实主要也是在唱歌嘛，他在直播间里，然后就守候嘛，不说话。后来直到有一天，就是我们正好要去北京录节目，然后他就说我就跟他说了嘛，我说我要去北京录节目，然后大概几天见。他说啊那我给你订酒店吧。我说我们那个录节目的那个制作方他们其实给订酒店了。他说那你住那种能好吗？后来我了解了，确实就锦江之星嘛，而且还是跟其他演员住在一起之类的。然后他说我给你订了吧。后来我心想就说哎呀也行，就想占点小便宜了可能。然后他就给我订酒店，但是他没想到他给我订的是5星级酒店，喜来登嘛。然后他就告诉我怎么办入住啊，然后可能我自己还要付一些房租押金之类的，就是房子的押金之类的，因为正常的那个像这种贵一点的酒店可能都会收你个2000几千的那种押金嘛。后来等我到那天我就去住了嘛，去住了以后，我其实是会被震撼到，因为我虽然是那年26、27岁，但是其实我没有经历过
太好的，或者说太奢侈的那种物质的那种东西，所以我第一次去5星级酒店，其实我有点被震撼。那种震撼不是说因为它多牛逼，是因为自己之前太土啊，所以我去5星级酒店，然后我就看有外国人，因为北京5星级酒店有很多外国人嘛，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自己真的真的有点像凌霄，然后进入了那种有点像那个凌霄进入了那种就是时尚的那种公司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大家都很洋气啊，都是北京啊，这是北京啊之类的。后来我就去那个，就是办好那个入住以后，就住进房间了。那个房间其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那房间是一个大套房，啊，那是一个大套房没错，但是因为那个喜来登酒店是比较老的那种喜来登酒店。虽然说是个大套房，里边很旧，不是很旧，就是就是电视都不是液晶的，都是那种大头的那种电视。我就说这个酒店得有多少钱？但我当时我不知道才700多块钱，因为那个酒店足够旧。但是一个人住那么大的酒店，你都会觉得又是北京，然后大厅又装潢的很厉害，所以你会觉得说可能几千块，后来我才知道700多块钱，因为它有什么协议价之类的，我估计就是可能要是自己住的话，可能1500左右，2000左右吧，我也不太知道。后来我就去录节目，录完节目以后，然后他就说要不要见一面啊？我说好啊，然后结果我俩就约到了三里屯的那个 Costa 一个咖啡厅嘛。然后我见了他以后，我觉得他没有我高，我那年26、27岁，他35岁左右，反正他比我大9岁，他比我大9岁，大8岁，大8、9岁吧，反正就是，但是他走过来，你明显感觉到，就是因为我也算是阅 gay 无数嘛，走过来之后，确实是能感觉到他，是有钱人的那种气质，从他的穿着上能感受，因为那个时候的同性恋穿的都是，海鸥啊，然后穿那种就是工装的那种短裤啊，他跟人家不一样。他穿的是个长裤，然后穿了一双，就是板鞋，然后上身也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短袖，跟那帮同性恋不一样，而且他身上有一种稳重的感觉。我们就聊天，他就一直像一个长者的那种状态，就看我在那说，他看我在那表达，然后他就在那块儿。而且他不是一个注意力很专注在你身上的人，他是那种边看手机边听你说的那种，你会觉得他对一切事情都没有那么紧张，那么的在意，相反的，他对任何事情都表现出这个事儿我经历过，或者说这个人没有那么重要，然后我对一切的事情都很随性，然后很有阅历的一个状态。后来我会觉得他有一点点就是没有恋爱的感觉，我觉得他有点冷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说恋爱的感觉啊，但是当时确实会觉得说他对你这么好，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恋爱的感觉啊。后来就喝完咖啡，然后我就说我回去了。他说要不要我跟你回去？我说不用。我说你要是去的话，我就不去了。你要去的话，我就不回来了。他说怎么了？我订的酒店我不能去啊？我说不能，你要是去的话，我就
不住了。他说那我找那个前台随便就可以要一张房卡，因为预定人是他。我说你反正你自己就是衡量吧，反正你来我就走。后来我就走了之后他没来。后来我们就录了节目，大概就是其实早就录完了，然后我马上要走的那天前一天，然后我说，然后因为他就吓唬我嘛，他说要来找我嘛，26岁我其实挺单纯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哎，以后传出去也不太好，我就只是用人家那个订这个酒店，我说请人吃个饭吧，就这样我就主动约他，我说我明天就要走了，今天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后来我俩吃饭的时候，他就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就跟顺丰的快递小哥吵起来了。然后当时我就会觉得说，有钱人，挺没素质的，就会觉得他们有点咄咄逼人。但是后来他跟我，然后我就当时对他印象不是特别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那个这顺丰人气死他了。我说为什么呀？然后他说他在网上买了一些海鲜，然后这个海鲜呢，因为他不在家，所以呢，这个顺丰小哥呢就要把这些海鲜放在门口，他就不同意，他说你拿回冷库里边，因为海鲜这个东西，在路上已经这么多天了，如果说那个时候天气8月份，北京其实挺热的，那个海鲜如果说你放门口的话，可能会坏掉。然后当时其实我也不太理解，但我听他解释完，我其实大概能理解。但现在如果说是我的话，我也完全能理解了，因为海鲜这个东西就是不能放在室外的啊。如果家里没人的话，顺丰正常的就是会拿到冷库去。然后他就跟吵完架以后就吃完饭，我就买完单以后，然后我就走了。然后直到后来我其实都有谈恋爱了，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在谈恋爱了。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跟那个恋爱吧，那个恋爱是个小孩儿，然后就是不上进，然后还在网上骗钱。我喜欢那个小孩儿吧，是一个主播，然后在网上骗钱，人家还找到我这儿来了，然后当时也是就是挺烦的，也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人相处，然后又不上进，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不知道该咋相处。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北京的这个就给我发消息，他说走啊，出去玩啊。我说去哪儿啊？他说去成都。我说行，我就去。去了以后，然后我先去的，订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酒店，一晚上可能要3-4千块钱的那种酒店。然后我就在那等他，我等他的时候我真的不夸张，就是会觉得这么贵的酒店，我都不敢坐在床上，因为我觉得是别人订的酒店，我要坐在床上的话，把床就是弄乱了，会不会有点不太礼貌？所以我就哪怕坐在沙发上，我都离那个床很远，尽量让那个床就是没有褶子。后来他就来了。不像我那个时候就大包小裹的带了很多东西，但是人家就非常的一身轻松，只拿了一个洗漱包。我说你没带衣服啊？他说他出来基本上不带那个旅行箱之类的。我说那你换洗衣服怎么办？他说在这买就好了。然后现在也导致了我也不爱，就是他这个行为就影响到了我现在出去也不爱带行李箱，就是一身轻松的那种，然后我就说走就走的那种行为，就是被他影响。后来2个人住在一起嘛，大床房，就发生了一些东西然后其实就是算是确定关系了，然后但是就是
他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不太，他是做什么事情都不太认真的一个人。就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他是永远拿着手机，然后他跟你那个就是只有就是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他不看手机，哪怕就是两个人可能发生完了以后，他紧接着他就打起手机，那种就是非常给人一种感觉不太尊重人的感觉，然后不太在意你的感觉。不是他在玩游戏，他在玩游戏，反正就是一直都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我会觉得说我只是人家的一个就是工具人，我只是个工具人。后来跟他在一起待了3天，其实我俩说的话就很少，因为他平时就拿着手机，然后两个人磁场又很像，两个人磁场很像，就是觉得他话很少，然后也是一个大男子主义，我是话很多的大男子主义，然后就是两个人就聊不到一起去，然后也不太会有人撒娇啊，或者说就是主动去聊天的一种状态，就两个人很冰冷的一个，不是冰冷，是很冷静的处理这层关系。后来跟他住了2-3天，然后我说就是因为我们打算就是住2-3天就回去嘛，回去在上飞机之前，我突然就是有点舍不得他。但是坐上飞机之后，我就觉得说，赶紧把它删掉，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干嘛出来这么一趟啊？就是廉价，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工具人，只是人家的说到底，就算他喜欢你，你也只是个小三儿，很纠结，就把它删掉了。删掉之后，然后我回去以后正常直播，然后他就来我直播间里，他说那个时候是当领的，他来我直播间说你为什么把我那个删除了？我就不搭理他，然后他就在私信里说，他说我怎么你了？你为什么突然删除我？我说没什么，我说咱俩以后不要再联系了。他说为什么呀？他说那个难道是他做错什么了吗？我说没做错什么，本来你就有对象。他说可是我喜欢你啊。我说但是你有对象啊。我说我不可能当小三儿的呀。然后他说那为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喜欢，为什么要在意什么小3、小4、小5呢？我说你这种那种就是那种相处模式其实不太适应，我不太适应，而且我也接受不了这么先进的那种观念嘛，对不对？我就说怎么可能呢？对，这就是龙二的原型，龙二的原型就是他。然后他就说可是这世界上感情有很多种。我说那你没有想过重新再跟一个人就是说好好的相处，或许有的人不一样呢。他说其实都一样。他说其实他开始了很多段感情，感情的规律他已经摸出来了，人的感情都是这样的就是他说所有的感情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都会有特别喜欢的阶段，然后到两个人特别想同居的阶段，然后吵架的阶段，闹分手的阶段，然后冷处理的阶段，然后最终可能都会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去相处。我说但是你已经到出轨的阶段，你为什么不分手呢？要不你就别出轨，要不你就分手就好了。他说
难道你喜欢一个人，然后你就跟前面的人分手，但是你跟他重新开始还是一样的流程啊？可能到最后你还是会爱上一个人，然后他还是那个被分手的一个人。我说我不能接受，就是我现在想啊，我现在听他的观点，我其实是完全能明白的。但当年的我27、8的我，26、7的我是完全不明白的。其实我现在能明白了，我现在能明白了。我觉得他说的其实80%是对的，可能有一些别的不一样的啊。后来他就持续的缠着我嘛，因为我把他拉黑了，他持续的缠着我之后，然后有一天，好像我被黑粉攻击，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黑粉就是没事就骚扰我，就来骂我，然后我心情就特别不好，然后他就私底下他就劝我，他说：“哎，那个别心情不好了，有什么有我呢之类的。”你知道人在难过的时候，或者说人在情绪低谷的时候，哪怕这些是废话，毫无用处的废话，都起作用，这是对不对？都起作用啊。后来我就莫名其妙就心情好一点了，然后他说：“那把我加回来吧。”我说好，然后我就把他加回来了。他说他拿我当对象。哎呀，现在想起来这个故事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不好意思。这个不好意思的点是在于这么无耻，或者说这么低级的感情错误，我都会就是轻易的就经历啊。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么蠢的事情我处理的也是一团糟。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他对象，他那个对象也是他对象，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冒出一个想法，我说那我等等吧，因为我觉得他俩早晚会分，我觉得他俩早晚会分，我觉得我努力优秀一点，然后我会让他只喜欢我的。太脑残了！我现在想想自己的观点真的是好，就是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自己肯定不与众不同嘛，然后肯定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你早早晚晚会取代他的位置，他早早晚晚他俩会就是分开嘛。那个时候就一直都这么觉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努力的在生活，我现在想想真的是，现在想想都觉得很恶心，就是太蠢了，我就觉得太蠢了，对，对，然后后来就是，我虽然信了他的话，但是其实我又不太信，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被他折磨的，就是我今天我相信他了，然后我要跟他好好的在一起，结果因为他是时常出现时常不出现，我俩是不在一起生活的，也不在，他有的时候还去美国之类的，他也不在这个国家，然后他有的时候我俩黑白颠倒，然后回信息又很慢，我就觉得说人就是在忽悠你，
就你想找他你都找不到，然后你跟他聊天他也会将近几个小时之后再回你，我就觉得说，哎，算了，人就是在玩玩你，然后就是又开始了就是跟那个其他人的接触。后来有一次我就去跟那个其他人接触，然后他就知道他就非常生气，他就非常非常生气，然后他生气的时候我还蛮开心的，后来我们就第二次去旅行去了海南，去了海南，去了海南，生气开心，对啊，生气就是吃醋啊，对啊，因为我没想到他30多岁，而且他是一个漫不经心的人，然后他因为我接触别人他会生气，他会生气，我就没想到。后来我们就去海南了嘛，去海南，然后也是共度了3天，然后吃了海鲜，然后住酒店，然后又发生了一次，然后就爆炸了，然后我就是因为吃海鲜，然后再加上自己可能有点拉肚子，然后就爆炸了嘛。对，爆炸过。后来就3天时间嘛，然后也挺快的，然后他依然是那种状态，他依然是跟你说话的时候就玩手机，然后我以为他在忙工作，其实他就那个时候才知道他不是忙工作，他就玩手机游戏，玩的什么我也忘了啊，对，后来3天过后，然后我们又要分开了，又要分开，然后他就那个去送我，然后临到那个机场，然后我抱了他一下，然后我就走，我就往那个就是那个航站楼那边去走的过程当中，我情绪又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可能做了0吧，都会有一点点少女情节。你现在我就想想，我觉得我太矫情了，就是你做了0之后，你莫名其妙的你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多愁善感，然后特别事儿憋。就是人家抱了你一下，然后你自己去航站楼，正常的你就去了呗。但是我这个路上我就是情绪就翻滚了，然后就特别难受。我就觉得说又要跟他分开了，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我永远是要跟他这么相处下去吗？每次见面3天，然后下次又不知道几个月之后再见，然后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每次见面的场地是酒店，然后他还说我是他其中一任，我是他的对象，这是哪门子的对象？然后我就想很多，对，我就想很多，然后我就觉得说，算了，还是不要继续下去了，然后我又把他拉黑了，就是对，然后我就把他拉黑了，然后我好像在飞机上我还哭了，真的，对，我还哭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到了地方以后，然后他就开始发短信，他说你怎么又把我拉黑了？我说咱俩以后不要再相处了。他说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我说对不起，是我的问题，但是我是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他说你能不能别闹了，能不能好好的相处？我说我真不想相处了，我说我其实很痛苦，我每次跟你分开我都很痛苦，在一起3天虽然很愉快，但是又很痛苦。我说我真的不想再继续下去了，我说那个咱俩不要再联系了，对不起，算我不对，我以后不会，我不会再加你了。他说那个你就作吧。我说不是作，我是真受不了，你知道吗？我是真受不了这种关系之类的。谁找我？然后9岁那个时候是差9岁，我是91年，他是82年的嘛，
然后就又把他拉黑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总来我直播间，然后又加回来了，我就被他缠的，你知道吗？就他没事，他总缠着我，他就有点赖皮赖脸的那种。然后你知道吧，就是他平时就那种不太在意的一个人，然后突然就是缠着你，你真的会觉得说，啊，他平时那个样子你也知道，但是他能这么缠着你，一定是因为爱情啊。因为你了解他平时的状态，然后他能反常的如此缠着你，然后不厌其烦的缠着你，他一定是爱情。爱情或许有很多种，你为什么要定义爱情呢？你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呢？再说了，你早晚会成为他的唯一的，你要有这个信心，然后就自己给自己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哎呀，现在想想真的是，大家不要学我，这个是一个反面的一个教材。后来啊，我们好像就去了他家啊。后来我是又来北京，我又来北京录一个节目。我来北京又来录一个节目，然后我们又见面了。又见面以后，然后我记得我那天早上我去录节目之前，然后我就亲了他一下，我们在酒店里边，然后我就觉得好幸福。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那个时候就幻想自己是一个那种跑通告的艺人，然后每天就是去工作之前，然后能亲近自己的对象之类的，然后就觉得说，哎，真好，就那种感觉真好。然后包括因为他那个时候在北京嘛，然后他又有跑车，他是算是一个，我觉得他是千万级的有钱人吧，他开了一辆跑车，然后带我去吃东西。其实人还是虚荣的，说实在的，人还是虚荣的。他开着跑车带着你在北京的大街上行驶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对。然后我记得他那个时候他有事儿，他不能住酒店了，然后他说你自己回酒店，然后他把我送回酒店的时候，对，然后我下车，因为那个跑车它非常的低嘛，我到现在我还记得，跑车是非常的低的，然后你起身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站不稳，然后我就起身的时候我就特别困难，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差点没摔倒，然后他在我站起来之前，他突然就说那个小宝你上去吧，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亲了我一下，因为其实跑车基本上都是那种就是透明玻璃的，然后因为它又是一辆跑车，然后又在酒店的那个就是大堂的那个前面停车的那个位置，所以那边站了很多老外，还有很多的那个顾客嘛，就是那个住客嘛，我就觉得所有人都在看我们，所有人都看见他亲我了，但我现在想想应该是别人都在看这个跑车啊，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爱情被很多人在注视，就是会莫名其妙的虚荣感，就是会觉得说这段感情有点像就是很虚荣，很像明星的恋爱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总听那个周杰伦的那首我不配嘛，就是我不配，其实 MV 讲的就是一个明星跟一个女的在一起，然后怎么样的啊，就是那个时候就这样感觉，就觉得说啊，他好像我跟他的感情逐渐的被别人注视，然后他也没有去排斥被别人注视的感觉，就是对这段感情逐渐的有信心了。逐渐的有信心了。后来我们是1月份见的面，然后他还有一点就是没说，就是他基本上
他不算是对我特别大方的人，但是我们出去玩没让我花过钱。然后再有呢，就是比如说，节假日的话，那可能会给我转个什么5200啊，13、14啊，就这种，其实这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大方啊，要不然人家干嘛给你转呢？对不对？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大方，不，对吧？然后我就觉得说，就那段时间，就是确实是那段时间就会觉得说，起码那半年时间，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很稳定，但是基本上那半年只见了8、9天、7、8天，半年时间我们大概见了10天吧，半年时间是10天，然后后来他就带我去，就是过年的时候，他说你要无聊的话，你可以来找我。对，他说你要无聊的话，在家里无聊的话，你可以来找我。然后我就去他的城市去找他了。然后我记得那天下着雪，然后我俩开着车出去。他说带我看电影，我说什么电影？他说他觉得非常好看，他在那个国外的时候他已经看过一遍了，他想再跟我看一遍。我说行。结果那个电影就叫《爱乐之城》，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看这个片子，然后也是第一次看这种类型的片子，我就觉得他品味很高，然后也拉高了我的品味，就是哎呀，就那种感觉，就觉得跟他在一起怎么都好。生活也好，然后这个人又有品味，然后又对你好，然后带你见识很多的没见过的世面，然后思想也很先进，所以那个时候对他由之前的不理解就变成了有一点点崇拜，有一点点就是精神崇拜的那种感觉，就觉得他的人生是高级的，就是不再会因为就是说他的一些观点我不认同，然后就否定他。那个时候会觉得说他很多东西都是有道理的，就是好想自己变成他那样的人，好想自己变成他那样的人。平均才见了3就能满足。我做0其实没有什么满足的事儿，因为就是本身我就是个1，然后是为他才做0的，那自然不会想着说，因为1的生活可能没有那个生活的话，其实你用手就可以了嘛。0可能是想有个道具什么的，就是所以就是哪怕见不着面，我也不太会觉得说很什么满足不满足的，没有考虑这个事儿，你自己解决就好了。然后后来就去了他家，然后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完完全全的被认同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说他不认可你的话，像他这种人怎么会带你回家呢？对吧？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或者说跟人家还有一定差距的一个人。像他这种成就也好，这种身份也好，他能把你带去他家里边，说明他是信任你的，他是认可你的然后我就去他家，其实进一步的就是让我们的感情就是升温了吧，包括我们也住在他家里边之类的。后来我们又在，反正就是后来好像他有事就出去忙了，然后我也走了。再后来就是他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小宝你干嘛呢？我说没干嘛。他说
你要不要去学点东西啊？我说啥意思？他说你不是喜欢音乐吗？你要不要去学学音乐？我说啊，我说现在我还能上学吗？他说可以啊。我说学音乐应该很贵，他说应该不贵。然后他说你找一找，看看你要不要去学一学。我说我没啥钱，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手里大概有几万块钱，6、7万块钱，甚至10万块钱，我就这点钱，你让我上音乐学院的话，我觉得不太现实，所以我就说我没啥钱。他说你去了解一下，你去找个学校，然后我给你出学费，生活费你自己解决。就这样我就开始找那个音乐学院，后来我找着就找到了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然后那个时候学费是2万3还是2万4，然后我就把招生简章给他了，他就给我打了2万4，他说你去学吧。就这样，然后其实他非常的简单简洁的去做了这个事情。27岁，我没有想到我会再去上学，而且是这么一个情况下，后续我再说啊，就是其实这个时候非常巧的是，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也提了这个事儿，然后也给我出了学费和生活费，然后让我去学。真的人生就很巧，反正就是他就出了2万4嘛，2万4，我还记得是2万4，反正他就打到我的银行账户上了。然后后来我就真的上学了，上学之后，我27岁，我上了学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是军训，然后我那年27岁，然后我们班的同学大概是17岁，就是我跟我们班同学差了10岁，后来我就去了嘛，然后去军训，然后太阳特别晒，然后又特别累，军训了3天吧，然后又是在天津的郊区军训的。后来好不容易军训完，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去北京了嘛，然后他也在北京嘛，然后我就想着说，我去北京的时候就没见着他，然后我其实答应他去音乐学院，其实我也想着说，因为音乐学院在北京，我可能离他更近一点，可能逐渐的实现我俩在一起生活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去了，但是军训就是开学之前，包括军训，我其实都没见到他，我都没见到他。后来我军训完之后，然后我就联系他，我说，你在干嘛呀？他说我在家呀。我说在哪个城市？他说在北京。我说今天军训完了。他说我说真的好累。他说那好好休息休息。然后我说想见你。他说怎么啦？想我啦？我说他说行啊，那你就来找我吧，我们一起吃个晚饭，然后吃完晚饭我再给你送回去。然后当时我就其实挺奇怪的，我就心想为什么把我送回去？你这么长时间不见我，然后你不想跟我温存一下吗？就是或者说就是有一些，对吧？你不是应该开个酒店吗？你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不是说那个饥渴，是因为我觉得说，好像情侣之间哪怕抱一抱也可以嘛，对不对？然后当时我其实就犯嘀咕，
然后我就出发了嘛，我就打了一辆车，然后我就那个那什么，我就跟他路上我就在聊天，我说咱们吃什么呀？他说你想吃什么咱们就吃什么。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定位，他说咱们在这儿吃。后来我就在路上我就说你今天很忙啊？他说还好。我说那你为什么吃完饭要把我送回来啊？他说那你能在学校外边过夜吗？我说跟老师说一声就好了。他说今天确实是有其他安排。然后当时我就想很多，我一是想他可能不那么喜欢你了，二呢是觉得说他要陪别人，小三儿的心理嘛，小三儿的那种视觉就是视角就会这么觉得。然后我说那你要不方便我就不去了嘛。他说还好啊，你吃完饭我就吃饭的时间还是有的。他就很那种冷静无所谓的一个状态。我其实那个时候我语气当中其实也有就是表现出不开心了。我说那你要忙我就不去了。然后他说没事啊，他吃饭的时间还是有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一拳打在棉花上，然后我就想发火，然后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发，然后我车还在行驶，然后我就想了就跟他的一些事儿，我就觉得说哎呀他妈算了不想跟他在一起了。那个时候就突然就觉得说我不喜欢他了。然后我就给他发消息，我说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去了。我说好像你也忙。他说好吧。他说好吧。就其实我是说气话，我是说那你要忙的话我就不去了。他说好吧。然后我记得他应该知道我车已经在行驶过程当中了。他说好吧。分这一定要分。然后紧接着我跟他说，我说咱俩分手吧。我说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不是我想要的。现在想想你他妈把那个24000给人还过去啊。就是现在之前就是我现在我就想想有一些小孩真的很讨厌，但是我现在想想我曾经也做过讨厌的人。你跟人不处了，你把人24000还给人嘛，人家给你出的学费你突然你就闹脾气，然后你跟人分手，对不对？我现在批判曾经的我，你为什么不把那学费给人退回去啊？对不对？当时就觉得说自己好像是受害者一样，人家他妈拿这招治你就好了，对不对？后来我就车就到那个酒店了，我车都到了那个餐厅了，然后在一个角落里边，我就说他会不会来呢？我都跟他提分手了，他一定不会来。万一他要来呢？来的话我就抱住他，来的话他就是在意我，算了，他一定不会来。我都跟人提分手了，万一他来呢？他怎么可能来？如果他来就好了，我在这等等吧，哪怕远远的看着他就好。他或许也会难过，看看这个餐厅，然后默默的走掉。他不会来的，他怎么会像你一样神经病？你知道吗？就是对，那个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跟人分手了，然后车还到了那个餐厅了。结果到了餐厅之后，我又没马上走，我在那个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坐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就期待着说能再见他一面，再见一面我就说再见，但是没等到他。然后我就特别失落的，我说人家他妈的肯定不会来，你还在那块等，你像个傻子一样。后来我就出去了，出去以后然后叫个车，然后就回去了。回去的路上我就心情特别不好，心情非常不好。然后我就觉得一切都结束了。然后又过了几天然后因为我认识他的一个朋友，然后
我就想跟那个朋友聊聊这个事儿，我就想看看他那个朋友怎么看待我俩的关系的，然后就跟那个人聊天，我说你在干嘛？他说他在酒吧门口，他们要进酒吧玩。我说那你有时间吗？他说有时间。他说你想跟我聊聊吗？我说可以，可以的话咱们就聊聊。然后我说那你是怎么看待我俩的关系的？我说我俩已经分开了。他就说其实他听他说了，他知道我俩分开了，但是他想说的是，他从来没见过他对谁这么认真，就是他说我很特别，然后觉得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两个人应该聊清楚再分手，他的朋友是这样说的。然后那一刻我就又心荡漾了，我就说啊，原来他跟别人聊起过我，原来他总在他朋友面前夸我，是不是我自己太作了，小题大做？原来他真的很喜欢我。是啊，我哪怕分手也要跟他聊清楚啊。我这个时候就开始给他打电话，我就激动的不行了。喂，喂，喂，我听不到你说话。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然后这个时候我正在朋友家里边，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情绪已经爆炸了。我说，哎呀，我说真的，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说，哎呀，我就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分手，就是不联系，大概有1周时间，然后，对吧？有1周时间，然后我就情绪我就爆炸了，然后我想跟他联系，然后他明明他接了，然后他不说话，然后他又把电话关了，然后我就情绪就不行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朋友家里边，然后我就说我要写首歌，就在那块写，就咔咔写，然后我就把我对他所有的情绪，包括我对他所有想说的话，包括我俩发生的事情，就写出来了。这首歌叫《越来越像你》，2个小时写出来了。写出完之后，然后就爽了，然后他又没搭理我，然后我就在想他是不是在国外啊？那他是不是在国外？然后我每天给他发消息。你跟人提分手，然后你一顿作，然后人家跟你提分手了，人家不联系你了，完了你还每天给人发消息，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干什么呀你？你以后是一个毒舌小正太，你在干什么？你以后就是有很多的小孩在等着你，你现在干什么你？你以后被别人说成渣男的，你现在在干什么？百里屠夫，对不对？然后就在那块给人发消息，每天给人发消息。大宝，你在哪个城市啊？最近北京又降温了，如果你在北京的话，记得多穿点衣服。大宝，
没什么，就是想你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回复我，都怪我自己。大宝，今天我去健身了，看到一个人背影很像你，但我知道那不是你，因为他没有你高。就是发这些东西，就发这些东西，就跟神经病一样。后来我大概发了3-4天，然后我就跟我那个音乐学院的那个同学，我们去那个跟那个音乐学院的同学，然后我们去那个吃饭去。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没胃口嘛。然后一路上我那个同学就在那哔哔哔哔一直在那说，然后这个时候外边的那个时候10月份11月份外边风很冷，就刮得脸生疼的那种。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无聊，我就看着远方，旁边听着别人在那哔哔，这个时候手机响。大宝，你终于理我了，就这种，就人家给你发了消息，然后人家他给我回的消息是这样：你神经病啊！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拉黑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哪里对不起你？为什么要拉黑我？你没事你就拉黑我，这就发了一大堆，就骂我。然后我就很开心，我说我好喜欢你骂我，你以后不要不理我了好不好？随便你怎么骂，我知道是我的错。百里屠夫，你自己去哪儿了？你要不要脸呐？这不能理解曾经的自己说出那种话，你要不要脸啊你？你还有知道廉耻二字吗？就是非常非常的，然后人就联系我了，就聊天儿，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拍那个《跟我回家》了，那个时候我在拍《跟我回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拍一个那个 MV，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那段时间就是完完全全不想理我了，就说他已经放弃了。我说那你为什么那一天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要挂断呢？他说其实他经历了人生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事件。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因为他之前跟我说过他是做金融行业的，因为我不懂什么叫金融行业，反正他就跟我说他是做金融行业的，我不懂。然后他说他们是跟他们当地的政府有合作一个事情，但是呢他合作的那个人就是贪污了，然后被逮进去了，所以他们公司也受到牵连，所以他跑到国外去了。我那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发高烧，他发高烧，他说那段时间他上了很大的火，他好像是长一个瘤子还是长了一个什么，反正就是因为上火长的，长了一个火疖子还是什么，反正我时间太久了反正他就是连上火再发烧，然后在事业上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一片废墟，所以他没有时间顾我。
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高烧，他说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而且还不能回国内。真的很像电视剧，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好看蜗居，然后就觉得哎呀，然后又有点像蓝雨，你知道吧？我说这种事怎么能这么巧呢？然后我就，但是转念我就在想，我说，就是我觉得大家要共患难嘛。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要在他身边，我要努力的攒钱，让他，我要努力攒钱让他东山再起，因为他之前给我的钱我也没花完，那个时候就天真的以为就觉得说，我会让他翻身的。但其实他也没给我多少钱，就是莫名其妙就会有一种英雄主义，然后有就是像蓝雨那种啊，然后就是好像自己用自己的钱然后让他重新开始的那种。如果经历了这些事儿，我看谁还能留在他身边，一定是我留到最后，我一定是笑到最后的人，没有人会愿意跟他承担这些。哎呀，那个时候还有个胜负欲，就是后来他就一直回不来嘛，他就一直回不来，我就挺想他的。1年之后，他跟我说，他说，我也想你了，你要不要来韩国或者去日本？我们在那儿可以见。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没出过国，然后我说那去日本吧，然后就想尽办法的就是办了护照，然后就去了日本。有一个特别巧的是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去日本是住在新宿的那个新宿哥斯拉的那个酒店嘛，然后那个酒店外表很大气，但是里边其实很小的。我比他早到的，然后就在大堂等他的时候，我就想了很多我们再见面的画面，结果他就来了，感觉瘦了，然后见到他以后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本来想着就是说大家会抱一抱啊，或者说就是互诉自己的思念之情，结果见了面以后，还是有点尴尬。就我跟他在一起就是会尴尬，然后我以为这么长时间就是已经不会尴尬了，就是会尴尬。在电梯里边，他看着我看着他，然后眼神就有点不自然。后来去了酒店，就是房间嘛，去了房间以后，我一看到那个房间，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因为日本的酒店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小嘛，就正常那个酒店好像是人民币2-3千嘛，但是就相当于那个酒店就相当于什么样的酒店？就相当于20多平，就日本的3-4千的酒店，也就是20-30平的一个面积。然后当时我不知道那个是2-3千的酒店，我就觉得说他果然没钱了，酒店都住得这么小他果然没钱了，他酒店都住得这么小，他之前在国内住的酒店都非常非常的大，然后他果然没钱了，我好心疼他。
我就觉得他真的落魄了，我真的好心疼他。然后我进去，我其实就有点担心他，然后就觉得他受了这么多委屈，我一定要让他东山再起，英雄使命。紧接着，我俩也没太那个，就说了说彼此的，就是在路上，对，就是在路上的，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出国嘛，后来我们就出去吃东西，晚上，就抱在一起睡觉，因为日本的酒店都是1.5米的床，我们之前在国内住的都是1.8米或者2米的床，所以住在一起就是我们第一次抱在一起睡觉，因为房间很小嘛，床也很小嘛，就俩人就抱在一起睡觉，结果就抱着到天亮，那种感觉特别好。然后天亮的时候，突然他放了个屁，那种感觉好好，就他在熟睡的时候放了个屁，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的关系更近了一步，就是因为之前我俩每次接触只接触2-3天，然后从来也没有这么就是抱着在一起睡，然后也不会涉及到屎尿屁，就是这一次的接触就是让我觉得说更像就像情侣一样，虽然说他是熟睡当中不经意的放了个屁，但是我觉得这更贴合真实的情侣生活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东西，然后一起逛，去了很多，坐了地铁，然后去了很多地方，去了很多地方，都挺开心的。然后我们就一直吃那个一兰拉面嘛，然后吃那个鳗鱼饭，然后吃那个日本和牛烤肉，吃了好多，就是虽然说也没有多好吃，但是会觉得说，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喜欢吃料，我吃不了生鱼片之类的，所以每天就是喜欢吃那个一兰拉面。包括我第2次去年6月份我去日本的时候，我还特意吃了那个一兰拉面，非常难吃，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觉得就觉得很好吃，对，后来第2天的飞机，第2天晚上的飞机，不是，先不说飞机的事儿，然后就是我们吃饭呐，然后溜达呀，然后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就聊起来，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些事情。他说真没想到。我说没想到什么？他说真没想到百里屠夫会跟我在一起。我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会觉得说你有那么多粉丝，然后有很多人都喜欢你，但是你居然跟我在一起，很多其他的人也没想到。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在他眼里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聊起来，就说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百里屠夫会为他做零，而且还在他面前爆炸了。然后他就聊起那个爆炸的那个细节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羞耻嘛，我觉得很羞耻，然后我就不让他说，我说你别说了，他说那说啥呀？那有啥的呀？然后我就说那你要是，那我说我就说那是因为喜欢你才做零的呀，我之前我也不做零，所以我也没经验，你干嘛拿这个嘲笑我？
然后我俩就有一搭没搭的说，然后我就说啊那个以后我做1之类的，啊，我就说那以后我做1，然后他说。我俩就有说有笑的在日本的大街上，因为日本的大街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大家说话其实没有那么大声，就会觉得在日本说话大声了会有点没礼貌，但是因为那天11点多了，其实路上人会比较少了，所以我俩就在那聊天啊之类的，然后说的很大声，然后我就觉得说是异国他乡，也没有人听懂我们说什么，然后就很放肆很开心嘛。然后我说那以后就是我做1吧，你要觉得说爆炸那我做1，我说我做1很厉害之类的。后来我就说反正你也没我大，我说你的那个林俊杰又没有我大，我说那以后我做1，这样我就不会爆炸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后来我俩他就一直在说爆炸，我就在说那个我比他大之类的，我的林俊杰比他大。后来就有说有笑的。第二天下午我们起来就已经下午了，然后他说那个一起去吃饭。然后我说那个不太饿呢，然后他说那咱们出去买点东西，逛着逛着就饿了。他说那个日本的那个就是药妆比较便宜，而且又比较好，药妆比较便宜而且比较好，因为日本都是药妆店嘛。然后他说走，我带你去逛逛街，咱们就吃饭去了。我说不用，我说你现在没钱了，我说我自己去买吧，你不用跟着我。他说为啥呀？我说我一路上我边买我边直播，赚到多少钱我就买多少钱的东西。他说我给你买吧，我说不用，我说你现在没钱了。然后他说好吧，然后他就在那块趴着玩手机，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到他那个侧脸，然后我就亲了他一下，我就说我就这样走了，小鸡巴。这个不能播啊，这个不能播。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走了，小林俊杰。他非常非常生气，不是，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幽默呀？啊？你不要情商这么低好不好？你谁拿这个开玩笑啊？你觉得你这个玩笑总挂在嘴边好吗？我一直都在忍你，你这是没完没了了你。有人拿这个开玩笑吗？你真的是别人不告诉你，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收敛之类的。然后就是生气了，然后我就特别尴尬，然后我就走了嘛，我就走了，然后我就出去直播，然后直播的时候我也不是特别开心，然后后来就在日本街头逛完了之后，也是会觉得没心情播，然后手机又要没电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咖啡厅，然后就点了一个咖啡，然后在那块坐着，想接充电宝，那边还没有充电宝，我记得好像是。后来就手机就没电了，播到手机没电，然后我就在犹豫我要不要上去，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外边还有点冷，还有点冷。然后但是手机没电了，我不能一直在这坐着呀，而且你没电了你就付不了款嘛，
那个时候手里的那个日本的钱也比较少，对吧？然后我就上去了，硬着头皮上去了。我上去的时候，他还在那趴着玩手机。然后我扫了一眼我的行李箱，然后又扫了一眼他也没回头。然后我紧接着，因为一进门就是一个洗手间，他们的洗手间就是会有那个淋浴房和那个就是他们的淋浴房和那个就是那个泡澡的地方是分开的。然后我看到他在那块儿也没回头看我，我就不好意思走到他旁边，我就去了洗手间的那个浴缸，我就在那坐着，又坐了将近10分钟吧。然后觉得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出去。这个时候他就喊了我，他说小宝，我说哎，你干啥呢？出来啊！我说哦。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到他旁边了，然后他说走啊，咱俩出去吃东西。我就不吱声，我就跟着他一起去吃东西。然后我俩又吃的鳗鱼饭，到了那儿也没怎么说话，好像就没说话。然后他吃鳗鱼饭的时候，他还把他的鳗鱼夹给我。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他消气了，我就想着跟他缓和，想跟他说话，但是我实在是拉不下来脸，我就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后来我俩就走路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坐在那儿，然后他就到我旁边，他说怎么还生气啊？我说没有啊，不是你生气了吗？然后他说那你以后就不能开这种玩笑啊，哪有开这种玩笑的？你这情商也太低了，别人不说你就感受不到吗？你感受不到别人的情绪吗？你这种玩笑怎么能开的呢？这是一个侮辱性的一个这个玩笑啊。如果说因为那个时候长痘嘛，他说如果说我现在看着你的脸，我说你的脸长这么多痘，像一个那个麻子一样，那个密集恐惧症都犯了，你心里什么感受啊？然后当时我确实被这句话击到了，因为我很在意我脸上的痘，然后我就觉得他没完没了了，他居然说我脸上的痘像麻子一样，然后说就很恶心之类的，就用这种词汇。然后我说我不都道过歉了吗？然后他就看我就是音调升高了，然后他说怎么了？你道过歉了，我也得把这个事情说了呀。我说你不要再说了，怎么了？你情侣之间不能吵架吗？我不能说这个事儿吗？不能。然后他就说哎，为什么不能啊？那两个人你不尊重我，然后我现在说了，然后你就生气了。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无可救药。然后我就被这个就是我气到不行，然后我就在想，我就说可是我是为了你才来这个国家的，我没有出过国，我为了你才来这个国家的。当时我就很委屈，因为行李箱已经收拾好了，就在那边放着。我紧接着我就拿起那个行李箱，我就对他说，我说不管有多少人喜欢你，我就拿着行李箱，然后我带着哭腔，我说不管有多少人喜欢你，我不想喜欢你了。然后紧接着我就拿着行李箱我就走了。走了之后，然后我还想着说，哎，他会追出来，因为我进电梯之后，我还想着说，这是像韩剧一样啊，女主跑着去进电梯的时候，韩剧的男主一定会伸着腿或者伸着胳膊，然后把这个电梯拦下来，然后让他出来之类的。没有，我进了电梯以后，然后我快速的摁了那个下键，然后没有人拦着我。
然后紧接着我就拖着行李箱，然后我就到了大厅，然后大厅也没有人拦着我，电梯也没有，我那个另外一座电梯也没有下来，然后紧接着我就那个往前走，然后日本的那个就是那个门童啊，就是那个酒店的那个门童，就是门口那个搬行李的那些人，真的服务意识好强。看我那个拉着行李箱往出走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一把就接过来，嗨，把我的行李箱就拿过来了。然后紧接着门口正好有出租车，然后他紧接着把我的行李箱塞到出租车里边，然后把门一开，就这样就把我请上去了。这个时候我望着后面，然后就因为他没来接我，然后我就很生气的，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出租车里边了。然后紧接着出租车司机说，就是那个出租车司机紧接着他妈就开车，然后就走了。我心想这一气呵成也太他妈快了，我没说我要去哪儿。这个时候那个出租车司机就用日语就跟我说哎，就大概意思去哪儿之类的，然后我就用翻译软件，我边看着后边我边用翻译软件，我说去机场，但是我是明天的飞机，我不知道我去机场干嘛，反正我就是去机场。然后日本的那个司机说嗨，然后就开车。这个时候我就想，彻底完了，彻底完了，这回彻底完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委屈，我只是开个玩笑，是因为他总说我爆炸，然后我才说这个事儿的。明明就是说俩人是开玩笑的一个方式，而且那天晚上开玩笑没事儿，然后突然就开玩笑就引爆了，就是两个人的关系。然后现在我一个人来东京，然后又一个人去东京的飞机场，然后觉得整个人就是无力，然后呼吸困难，非常非常的难受，心脏不舒服。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那个前面的司机我就说，我说等会儿可能我会等会儿无论什么发生什么，都不要在意。他说好，然后紧接着我就戴着耳机，听着歌，我就开始放声大哭，然后哭到呼吸不过来，就是手脚发麻，呼吸不过来，然后。我那个时候本能的感觉就是我生命出了问题，就是我可能要嘎了，我就觉得我哭到我要嘎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国内的一个朋友，对啊，我就想起国内的一个朋友，然后这个国内的朋友，然后他正好日本他有那个员工，然后他让他员工准备了速效救心丸，有速效救心丸，然后又准备了点现金在那个机场等我，然后给我安排了酒店，然后就住进去了。住进去以后，我在机场的时候，因为我吃了速效救心丸之后，不是，我没吃速效救心丸之前，然后其实情绪已经缓过来了，然后他那个员工也没到的时候。我觉得我到了机场，然后我就在那个机场就是我在3、4楼，我就一直在那走，2、3楼还是3、4楼，我就一直在那走到我内心平静了，就是内心比较平静了，然后坐在一个长椅上，我在想说，不管怎么样，好聚好散嘛，你自己离开了可能会让人家担心，我就觉得哪怕你跟别人告别一下，或者说你让别人别那么担心嘛，你是一个成年人嘛。那年我已经28了，已经做这么小孩的事儿，我就觉得我要跟他说一声，结果我就打电话嘛，
因为在日本我们都是用移动 WiFi 嘛，他也用移动 WiFi， 我也用移动 WiFi， 然后我就给他拨那个语音电话，拨，然后他就接了，我说那个大宝，那个我到机场了。什么？我说我到机场了，你那边断断续续的，你听不见，我也听不见你。到机场了，你到机场干什么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反正就到机场了，你不用担心我，我挺安全的，没事儿。你在干什么呀？你那信号怎么这么不好？我在泡澡呢。我听到他说我在泡澡呢，他在洗手间，就网络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就是谁能懂那种感觉？就是我又一次觉得说自己自以为是，自作多情，没有人会关心你，对，没有人在担心你。其实你冲出去了，他在泡澡，他在酒店里泡澡。我从来没出过国嘛，然后我就是为了他来的，然后又人生地不熟的嘛，又不会英语，他在泡澡，然后我说好，然后我就挂断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员工就来了，员工就把药和钱还有也叫了一辆车，然后把我送到酒店里边，然后就跟这个帮我的人，然后就说就是他就说你怎么了？怎么会心脏突然不好？你怎么会突然去日本？他有很多疑问嘛，然后他一问，我说不出来话，我就直接哇哇大哭，我又开始哭，又哭抽了都快。然后他就说：“哎，你怎么哭成这样啊？就是说到底怎么了？”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因为其实这个半支烟当时对我挺好的，但是我喜欢上别人了，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当然我跟半支烟没什么啊，就这个半支烟其实当时对我真的挺好的。然后他曾经对，这可能对我挺好的，但是我现在为了一段不正确的感情，然后把自己弄得这么惨，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我有多惨对，这有点问太医对甄嬛，是哭完了之后，然后我也没跟半支烟说什么，然后紧接着我又给那谁打电话，我又给他打电话，然后说着我又开始哭了，然后那边就说哎你别哭了，然后我就一直边哭边道歉嘛，我说我知道咱俩不可能了，但是我真的很难过。我说我其实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很安全，我不想，我也不想继续了，但是我又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不负责任的人，反正就说了很大堆，然后说的就一直在哭，然后那一刻我终于感受到他很紧张我了，就我冲出去他没有多紧张我，但是他没想到我是一个我为了这件事情哭成这样，就整个人泣不成声嘛。我印象当中就是几乎没有这样过，然后他就是安慰我，他说小宝没事，他说他也做的不对，他也没让着我，然后说让我不要放在心上，以后还是好好在一起就行。我听到这句话我也没吭声，反正他就安慰我嘛，
他就说那个以后好好在一起就可以了。再后来我就挂了电话，我就想了很多，然后睡着了。第二天去机场，然后回国内，到了机场落地的时候，就反正就是我到了机场之后，我就跟他报平安嘛，我说大宝我到了，我说这一次跟你拉近了很多，但是我又觉得又推开了很多。我说我知道是我的问题，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我说你不用担心，我到了。然后他紧接着回，他说知道错了，你错哪儿了？很下头。这我跟他道歉，然后他问我说你错哪儿了？这几个字和这个行为让我觉得很下头。那一瞬间我就很，就是我真的，我那一刻我就觉得说我觉得好，让我一下就清醒了，就是一盆凉水，然后让我有点慌张，然后又很清醒。就是我紧接着说，我说哎，错在我不应该跟你开那种玩笑，错在我不能一声不响的一个人出去。他说啊，没事儿，过去就过去了。是啊，过去就过去了。然后我就他原谅了我，我觉得他原谅了我，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他继续了。就是他原谅了我，他说啊，没事儿，过去了，你以后就不要这样了之类的。那一刻我也没有说多失望，我也没有多难受，我就是会觉得说真正意义上的下头，没有讨厌他，就是会觉得这个人好像就你跟他在一起你不会幸福。然后也一直都没有个结果，然后你在坚持什么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清醒了。后来我就没有再跟他联系了，直到后来他跟我聊过几次天儿，然后后来他又跟我说他可以回国了。再后来他跟我说小宝，你手里有多少钱？我说怎么了？他说他现在只需要一笔钱，然后他现在房子已经挂着卖了，但是可能着急用这笔钱，先从我这儿借点儿，然后等房子卖了立马就还我，大概1个月之后房子就能卖。我说多少啊？他说100万。当时我就觉得说他真的高看我了。确实那个时候我也有100万，但是我会觉得说那个时候可能对他祛魅了吧。然后我本能的反应我就说我没有那么多。他找我借100万，我说我没有那么多。如果当时我俩没有这些事儿的话，我肯定会拿出来。我觉得我肯定会拿出来，哪怕我只有100万，我也会拿出来，因为我信任他，他肯定会还我，或者说就无所谓，就是没有想那么多。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祛魅了，我说我没有那么多，我说我只有10万。
他说10万也行。我说好，我转给你。然后紧接着我就跟我妈说这个事儿了。我妈正好那天我正好在家，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那个人他现在回国了。因为我所有的事儿我妈都知道嘛，我会跟我妈分享我所有的事儿，就包括感情里遇到的什么事儿啊，遇到什么人我都会跟她说，包括细节我都会跟她说。但我妈不知道下头的这些事儿啊，我就跟我妈说，我说那个人可以回国了，然后找我借钱，借100万，然后我给他转了10万。我妈说你咋想的？我说他曾经对我挺好的，就是他给我付了学费，然后平时呢也对我挺大方的。这10万我觉得就哪怕他不还，我觉得我也应该给他。我妈说那你要有这个心思的话，那你愿意给他就给他吧，因为现在借钱基本上都要不回来。我说反正我觉得他在我心里，他给我花了一些钱，然后哪怕他不还都没事儿。后来1个月之后，就不到1个月吧，好像他就把10万块钱还我了。再后来他约我一起吃饭，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已经，因为他那个时候再回国的话，我那年已经29了吧，29了，那年我已经29了，然后我也开始混北京的圈子了，其实就见识了一些东西，然后心思可能比以前更成熟，甚至成熟太多了。然后我会经常有一些应酬，所以他约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没有拒绝，我说好啊。然后我们就一起约着吃个宵夜。后来吃完饭，吃饭的时候，我张罗的，然后我买的单，然后临走之前我说我给你叫个车，他说不用，他说他自己叫就好了。我说那我自己叫车了，他说好。然后我俩在马路牙子上站着，然后我看着远处我的车来没来，他突然就跟我说，他说感觉你不一样了。我说有什么不一样吗？他说感觉你变成熟了，感觉你现在像个大哥。我说只请你吃顿饭就叫大哥呀。他说气质上。我说人都会变的。然后这个时候车差不多就来了，我说真不用我送你啊？他说不用。我说那我先走了，就这样车就走了，真正意义上的结束了。再后来，我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去酒吧喝酒了嘛，然后我去的酒吧都不是那种就是同性恋酒吧，我去的都是那种酒廊的那种，然后没有同性恋，但是那个酒吧实在是太出名了，然后也算是高档消费的酒吧。那个时候酒吧老板在追我，然后我也总去那个酒吧消费，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染上喝酒的习惯，然后就在那个酒吧消费了几万块钱，然后老板也对我有意思，所以那天我就去他那边喝酒嘛，去喝酒，然后突然这个时候有人，就是那边服务员都认识我嘛，然后就说那个范哥，那边有人叫你。我一抬头，然后我就看到 Q 先生，他跟一帮人在那坐着，然后我就过去了，我说哎嗨，就很尴尬，就像电视剧一样嗨，说哎那个好巧啊之类的，就怎么样，然后我就看了一眼，那里边有她正牌的男友，他们还在一起。然后后来
那个酒吧老板喝多了，然后就把他们请到包间里边，特别尴尬。我跟他坐在一起，然后这边只是他的朋友们和他的正牌男友，我跟他坐在一起，旁边是那个酒吧老板，酒吧老板又喝多了，一直抱着我，然后边喝，他一会儿抱着我，一会儿跟他们social，一会儿唱歌，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我俩就在那块就是尬聊。后来我就出来了嘛，出来了，酒吧老板也跟出来了嘛，然后酒吧老板就在那块就是，因为那段时间酒吧老板在追我，然后我也没同意，所以酒吧老板就一直都是那种就是赖皮赖脸的那个劲儿。这个时候他们正好也玩完了走的时候，他们在叫车的时候看见酒吧老板在缠着我，然后我俩互相看了一眼，我就觉得很尴尬。后来酒吧老板就跟他们就是告别。后来我回去的路上，他给我发消息，他说酒吧老板在追你啊。我说你看出来了。他说那你就跟他在一起啊，他感觉他对你挺好的。我说哪有那么容易啊。就这样，我们的故事全结束了。后来我也没跟这个酒吧老板在一起。再后来我就没有见过这个 Q 先生，直到再后来是那个一个影视圈的大佬，因为我在直播间里讲过这个故事，然后影视圈那个大佬，然后就听过嘛，然后他在一个饭局里恰好遇到那个 Q 先生，他们就讲起来，因为那个时候是出了那个跟芝麻2嘛，然后芝麻1其实他一看他就明白，芝麻2其实是我幻想的跟他在一起的一些剧情嘛，所以现实当中他也不是落魄了嘛。第2部其实就是我跟落魄的 Q 先生在一起嘛，所以那个影视圈的那个人就说那个哎，你看第2部了吗？他其实很在意你的那个，其实就是2个人的幻想嘛。然后他俩就聊起来，然后后来他就又跟我说，他说哎，你那个影视圈大佬是在追你吗？我说有在试着接触。他说那你俩好好在一起啊，感觉他非常喜欢你。我说你又来了。然后他紧接着说那我聊什么呀？然后紧接着他好像就是他那个时候在听那个芝麻的那张专辑，他说我之前没有仔细听，但是有一天我听《越来越像你》这首歌的时候听哭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多感动，也没有多感慨，我甚至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觉得无聊。我就说我写歌很厉害吧，但其实我心里的潜台词是说，早干嘛去了？这首歌我早就发了，你但凡那个时候对我是真心的，你不会到现在才听哭。那个时候这首歌已经出了将近4-5年了，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他也听了，但他没有那种感触。然后现在都过了4-5年了，让他跟我说他听哭了，我不会感动，然后我就会觉得早干嘛，不知道他现在是怎样生活。然后后来更有趣的是什么？后来我在一些饭局上更有趣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不总参加一些饭局嘛，
然后就认识了很多的 gay 圈的人，然后他们就聊起来。我们其中有一个朋友，然后他跟别人的那个，他给别人当小三儿的一些经历，然后怎么听都像 Q 先生。然后后来我就想很多，后来最终我确定了，原来那个朋友也是 Q 先生的小三儿，而且我俩是同时期在接触的人。原来我不是小三儿，同时期他在接触另外一个人，所以这导致了我后边就是，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再见他，对，就是导致后来我都不想见好多人，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跟 Q 先生的事儿，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应该看我直播应该知道啊，所以我这个故事想告诉大家，就是当然这是真实经历嘛，有一些确实是记不太清楚的一些细节，我只能就是说99.8%的还原。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能接受第三者、小三儿这种，或者说多人关系的话，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就是比较矫情、比较轴的话，你会觉得那几年的情与爱真的是错付了。那个是你真正意义上就是整个人在成长。他在我心里，他就像四大爷一样，他就像那个皇帝一样，我就像那个甄嬛一样，就是你每次就是我就觉得我每次看那个《甄嬛传》，我都觉得我跟这个就是我俩的关系。一开始就是莫名其妙的俩人就是有在相处，然后你也不喜欢他，后来你就逐渐的就是说被他拿下了以后，然后你一开始是讨厌他，后来逐渐的有一点点崇拜他，然后他带你见世面，然后又去责怪你，然后两个人有小摩擦，后来就是大吵大闹，然后最终的就是哎呀，就是看到他都会觉得很难受，到最后你知道原来你一直都不是他最爱的人，很像，就是很像，就是《甄嬛传》。我每次看《甄嬛传》，我都觉得很有感触，就是你哪怕是小三儿也无所谓，但其实他背着你在接触好多人，好多人，你这真的是后来就有点觉得错付，然后每次提及都会觉得说，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爱谁。随便，我不想去揣测他了。就是这个人，如果再见面的话，可能大家会聊聊天。因为我觉得现在，我虽然说我的能力还是达不到他那个高度，但我的见识已经很高了，所以我就像后期的甄嬛一样，不再会为了一开始的甄嬛，就是因为皇帝会带他见很多世面，让他处理很多的包括朝堂上的一些事儿，他会觉得皇上是个明君，是一个为难的，是一个有很多苦衷的一个皇帝。就跟当时的我一样，就是他带我见世面，然后我去了解他，崇拜他。但后来的甄嬛，其实他接触了很多事情之后，他对皇帝也祛魅了，就是你不会那么单纯了，也不会觉得说，就是他会有多优秀，因为你自己也优秀，
然后到现在我就，我其实会觉得，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我觉得，我还是相信爱情，但是我不想让自己做零了，因为做零真的好矫情。做零这个身份就会让你想很多，你就觉得，就是你不想很多，你也会有公零，也会有那个渣零，也会有那种就是爷们儿零，但是你一旦做了零之后，然后那些一不理你的时候，你就会很恐慌，很没有安全感，然后你会很矫情，好奇怪。而且做零真的不太会让我爽啊，就是0.5就好了，跟0.5不是，就是一旦你在情感里边会依赖一个人，去崇拜一个人，去就是迷恋一个人，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你就是一个下位者，就是你会仰视别人。如果你仰视别人的时候，哪怕别人错了，你都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就你在仰视别人的时候，哪怕别人就做的很多你不喜欢的东西，你都会觉得是我的问题，是我想很多，或者说是我要求太多了，是我没有达到他的高度，所以不理解他的行为。其实不是这样，感情其实我觉得做不到公平，做不到平等，但是感情应该是互相尊重且互相依赖的，而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就是我仰视你，我觉得你什么都对，不是这样。感情里应该有质疑的权利，也有谈判的勇气，然后也有就是说互相珍视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一定会，它不是迷恋，它不是敬畏，感情里不是这样。一开始的感情是这样，但是感情里的关系一定不是这样你说这段感情里我迷恋他，我崇拜他，一开始可以，但感情的过程里不要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平等的不平等。好了，今天直播又聊了这么多我一说我一讲故事，其实人就会多一点但是其实这些故事吧，有的故事我可以讲，有的故事其实我不愿意讲的，有的故事其实涉及到别人我也不方便去讲。但是我现在再去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会觉得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因为这是我6年前的经历了，然后再加上我30岁到33岁的这段经历太过于精彩然后再加上喝酒喝的比较记忆力比较损失比较严重，因为喝酒我真的告诉大家，喝酒是会伤脑子的，你的整个记忆力会至少损失40-50%。所以我再去聊30岁之前的事情的时候，会觉得说恍如隔世，就是会觉得说是别人的故事。所以我现在再聊起来，我没有那么大的反应了。现在聊起来会觉得很有趣，或者说不真实不真实，所以偶尔的可以去聊一聊究竟是一类致癌物就大家不要酗酒。你们看现在小 S 也是会这样，小 S 整个人的状态，我觉得一是他老了，二是他经历太多，三主要一个大项就是他喝酒喝的
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对啊，所以我呼吁大家能不喝就不喝。当然有一些就是寂寞的日子还是需要酒精，有一些关键的场合还是需要酒精去暖场啊。我喝酒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应酬和暖场啊。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大家有礼物的可以刷上礼物，没礼物的咱们就早点休息啊。讲讲自己的故事经历啊，希望给你们一些启示。好了，没有点关注的咱们点点关注。好，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啦。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点38，早点休息，拜拜。好精彩是吧？拜拜。